姐姐，有事吗？皇歇走了。我知道。臣弟以为不该放他走。你想怎样？派兵追他回来。皇歇雄才盖世，满腹经纶，若能留在秦国，日后必将成为秦国的股肱之臣。可惜，这人能留住，心也留不住。即使留不住，也切不可放他去楚国。楚国，那是他的家乡。如今的楚国是只残牙断爪的病虎，若有了皇歇，这只病虎有可能会被治愈。不会，楚国已经病入骨髓，就算有了子歇，也只能是苟延残喘。萧然不明白，这皇歇明明可以留在秦国大展雄才，可他却偏偏要……萧然，让子歇割舍不掉的，不是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，而是生他养他的热土。我这一生欠子歇许多，我该让他了此心愿。通告各个关卡，对子歇一路放行，待遇优渥。是。记得子歇临行前曾说：“商君之法过于严酷，轻罪重刑，以恶治恶。”此话可有道理？商法严厉，才能使众人敬畏，但执行起来，难免会有过度的情形。臣弟听说有小孩子因为偷采了邻家几片桑叶，也要罚处徭役30日。姐姐可还记得我这根手指？可见子歇所言并非没有道理。萧然，你去替我好好核查，在执行商法当中，若有滥用酷刑、过于苛刻薄情之处，应酌情予以纠正。是。还有事吗？罚处事宜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。白起，朕命你为左庶长，受此虎符，牵旗斩将，挥师伐楚。遵旨。公元前298年，白起、魏冉、李荣、司马错兵分2路进兵楚国，斩首楚军5万，得15城，楚国政局面临崩塌。大王被秦人扣押，如今国家危亡，如何是好？秦人背信弃义，扣押大王，又从2路进袭我楚国，令我头尾不得相顾。如今楚国危在旦夕，我等必须立刻整顿兵马，动用倾国之力，再度迎战秦军。如今大王尚在秦人手中，谁来下旨号令三军？那依晋大夫之意呢？这自然是要想办法先迎回大王。为了保证大王的安全，切不可做出触怒秦人的事情来。就是因为担心大王在秦国的安危，我楚国将士缩手缩脚，瞻前顾后，以至于我们3关洞开，秦人兵不血刃，长驱直入。眼看秦兵直捣郢都城下，我们若还抱着不可得罪秦人的想法，那就生生把都城宗庙都送到秦人手里了。那以你们之见呢？秦人扣押大王不放，为的是挟持大王，胁迫我楚国。我们对秦人退让越多，他们越不可能放了大王。为今之计，我们只有另立新君，让秦人知道
即便挟持了大王，也无济于事。那时候我们再与他们谈条件，才能够迎回大王。若立新君，当立公子兰。太子明明义立，为何要提公子兰？若不是太子在秦国为治，杀人潜逃，又如何会惹怒秦人，扣押大王？似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辈，又如何能再为储君？大王在入秦之前已经跟臣妾说过，要废太子，另立子兰为储。口说无凭，大王可否有留下诏书？太子恒在齐国为治，如今秦人攻城，火烧眉毛，这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呀。谁说太子恒仍在齐国？太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太子在秦国为治，私逃回国，导致大祸。如今太子在齐国为治，又潜逃回国。你难道嫌楚国还不够水深火热吗？南后有旨，将太子恒拿下。是。慢着！大胆！是老夫下的命令，与齐国递交国书，请太子回国的。老令尹、三闾大夫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大王蒙难，秦人兵临城下，楚国危急存亡之际，当令太子继位，主持国政。你不顾大王的旨意吗？南后假传圣旨，乃逆天大罪。你们反了！大王早就说过，太子失德，当废。这是朝堂，请容妇人指手画脚。来人，请南后回宫。是。你敢？谁敢？举手！这是死人吗？举手！三闾大夫，南后毕竟是南后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！老夫糊涂一世，这一刻我看得清楚，你这蛇鼠奸佞，若不滚开，老夫将你当场击杀！太子请。请太子继位。臣拜见大王。臣拜见大王。众卿，免礼。谢大王。此刻太后还未下旨，我们该如何进？白将军、魏将军，太后下令撤兵了。什么？太后下令撤兵了？楚国发生政变了。什么？黄歇请出屈子和令尹朝阳扶持太子恒登基为王。眼下是屈原主政，除了集结重兵守卫郢都之外，还联络诸国，企图合力围攻我军。当初太后不肯听我劝阻，执意放黄歇回楚，真是一步错棋。黄歇是太后最珍惜的贤良人才，他是绝不会难为黄歇的。问题是，如今黄歇与屈原日月辉映，相得益彰，合力扶持楚国新军，的确不好对付。我等既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撤兵和谈也好。为扣押楚王一事，楚离子亲自出使诸国，累坏了身子。太后已经让白起撤兵了。是。太后怎么说？他说，
他果然没看错皇谢，并说此时伐楚本就不是灭楚，而是弱楚，不能一蹴而就，是该撤兵的时候了。太后不愧是当今女丈夫。